很多人以为真正的爱情就该至死不渝，终生不嫁，把余生献给回忆。可泰坦尼号里的 Rose 深爱 Jack 到骨子里，却后来结婚生子，哀酸满堂，活成了一个完整而精彩的女人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被很多人误解的真相：放手不是背叛爱情，而是完成爱情。1912年4月15日，泰坦尼克号沉没。Jack 把最后一块木板让给了 Rose， 自己冻死在冰冷的大西洋里。Rose 被救起后，报出了 Rose Dawson 这个名字。他用 Jack 的信，带着他的爱重新开始。几十年后，他已是白发苍苍的祖母，躺在床上安详离世，身边儿孙绕膝。他保留了对 Jack 最深刻的爱，却没有把余生锁在守寡2个字里。很多人不理解， Rose 明明那么爱 Jack， 为什么没有随他而去，来成就一段可歌可泣的爱的传奇，或终身未嫁，来坚守对爱情的忠贞。他是不是太绝情了？其实这正是电影最动人最深刻的地方。 Rose 的一生本来是被安排好的剧本，她是上流社会的名媛，由母亲做主，成为富二代卡尔的未婚妻，或者被金钱和礼数牢牢束缚的日子。遇见 Jack 之前，她甚至想从船尾跳下去结束生命。 Jack 的出现像一道光，点燃了他对自由、对爱、对生命的全部渴望。那短短3天是他一生中最灿烂的时光。但 Jack 的死不是爱情的结束，而是把活下去这个更重的责任交给了他。放手的第一层真相，活着本身就是对爱最好的回应。你必须答应我，你要活下去，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放弃。这句话不仅是浪漫的台词，而是 Jack 用生命留给 Rose 的遗嘱。如果 Rose 真的为他终身未嫁，每天活在悲伤里，他其实是违背了 Jack 的遗愿，他会让 Jack 的牺牲变得毫无意义。真正的爱从来不是把对方变成自己的牢笼，而是成为对方继续前行的力量。现实中，我们很多人都在做相反的事，失恋后把自己关进回忆的牢笼，反复听2人曾经一起唱的歌，看2人一起的照片，幻想如果当初。我们以为这是深情，其实是把爱变成了慢性毒药。心理学研究显示，健康的哀悼期通常是6到18个月，也就是半年到1年半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你可以悲伤、怀念，但最终必须完成一场心理葬礼，在内心真正和那个人告别。Rose 用了一生去完成这件事，她保留了最珍贵的回忆，蓝心宝石，那幅裸体画，却把生活过成了 Jack 最希望的样子，自由、勇敢，充满爱。放手的第2层真相，你不是忘记了，而是把爱转化成了生命力。老年 Rose 对孙女说，她救了我，在每一个意义上。Jack 救的不只是他当时的命，更是他一生的格局。因为遇见 Jack，Rose 后来敢于反抗家族，追求艺术，过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。他把 Jack 给他的勇气活成了余生，这就叫转化。爱一个人最好的方式，不是把他冻在记忆里，而是把那份爱变成更好的自己。你走得越远，活得越精彩，对方才会在另一个世界真正安心。有人说，Rose 扔掉蓝心宝石是彻底放下，其实不是，他扔掉的是执念，留下的是感恩。那颗宝石代表旧世界的财富与束缚，要把自己彻底还给了生活。放手不是背叛爱情，而是完成爱情。完整的爱情有3个阶段：相遇相爱，这是激情；患难与共，这是承诺；放手成全，这是升华。Jack 和 Rose 完成了前2步， Rose 用余生完成了第3步。他没有让爱情变成悲剧，而是让它成为传奇。因为真正的传奇
从来不是至死不渝的殉葬，而是即使失去也要活出光彩。如果你正在经历失恋、离婚或任何形式的告别，请记住 Rose 的3个建议。第一，允许自己悲伤，但不要永久住在悲伤里。哭可以，崩溃可以，但每天都要留一点时间去温暖自己，去散步，去运动，去见朋友。悲伤是客人，不是房东。第二，把对方的爱转化成自己的力量，问自己，他曾经最欣赏我哪一点，把那一点活得更亮，这是你送给对方最好的回馈。第三，重新定义余生。我们不用为一个人守一辈子，但我们可以为自己活出新的一生。当你真正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，新的爱，新的风景自然会来。就像 Rose， 她在 Jack 死后才真正开启了属于自己完整而精彩的人生。Rose 没有随 Jack 而去，也没有为 Jack 终生未嫁，她把 Jack 带在了心里，然后勇敢地走向了没有他的余生。这不是绝情，这是深情最成熟的样子。放手从来不是爱的终点，而是爱的延续。 Promise me you will survive。 当你真正活下去，你就完成了对那段爱情最隆重的告别和最深情的致敬。如果你也正在放手，愿你像 Rose 一样，带着爱活成光。如果你喜欢这期内容，请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期视频见。